各位好，我們來解今天LeetCode的問題啊。今天的問題是標示為 hard 困難的問題，是為1622題，所謂的 fancy sequence。好，它題目的概要是這樣的，請寫一個 API， 然後去產生所謂的 fancy sequence。那當中它有一些方法，像 append、add or、mod or 這三個運算。那 fancy class 呢？你當然第一個考慮的就是它的 constructor fancy。那要將所有的物件初始化當然一開始是所謂空的 sequence。好，再來就是 append 的話，就是假設你有一個整數叫 var， 那你就直接加到了這個 sequence 的尾端。再來是 add or， 那這裡面有參數inc， 就是將目前所有存在的值通通都加上 inc。好，那另外一個方法是 mod or， 就是乘以 n， 将所有已經存在的值在这 sequence 裡面全部都乘上 m。然后比較關鍵的是 getIndex， 裡面是 idx， 請取得目前在 idx 的值这裡告訴我們它是從0開始數的。那因為呢值可能是很大，所以請你除以10的9次方加7的餘數就是模這個很大的整數。那我們這邊要附帶說明這個整數是常用，它基本上它是一個 prime number， 因為它是 prime， 所以我們在計算上會用到這個事情。如果說這個 index 是大於或等於目前 sequence 的長度，那當然就是沒有嘛，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就 return -1。這個是它的題目的要求。好，那我們看一下它所附的一個例題說明。好，那我們在這邊看到，它當然這邊給 input， 它一開始當然是它的 constructor 所以你這邊當然很清楚，就直接是建立fancy 這個物件假設它的名稱叫 fancy。那然後原則上我們當然要在裡面去建一些相關的 memory variable 然後再將剛剛所提到的那一些操作就是所謂的method， 你要將它實作出來。好，那我們看看，所以這裡一開始是 append 2，当然目前你自己你目前假設你的memory 的陣列，它到目前的話當然是2，然後add or 3，參數是3，所以目前是有2加3當然是這樣5。那再 append 7 7就加在後面。然後再來是 mod or， 參數是2，所以5跟7都全部乘以2，所以變成10跟14。然後它要再來這邊就 get index 在0的值，0目前當然是10這沒有問題。再來是 add or 3， 所以目前兩個10加3 14加3當然就是13跟17。再來是 append 10， 所以這邊加到後面。再來是 mod or 2， 所以全部都乘以2，所以就變成26、34、20。然後分別再去 get index 0， 當然是26。get index 1当然是34 ，get index 2当然是20。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大概一个的
解這個題目的一個想法。好，那我們在做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當然考慮的就是說因為它有乘法還有加法，基本上這些都是你可以用一個概念去講，就是所謂的 affine mapping 哈。那比方說，當它乘的數是 m， 加的數是 a， 那你就 x 對應到 m 乘以 x 加 a。那基本上呢，這個 p 呢當然是某一個質數啦。我們題目要求是10的9次方加7嘛，它確實是一個質數。那以及它的反運算啊，它反運算當然就是你要先減掉 a， 再乘以n 的乘法反元素啊。當然在這邊的話就是磨掉那個很大的那個質數啊，基本上。我們當中的計算會跟這兩個 mapping 會有一個關聯，那所以我們實際要去計算是碰到了 get index 再去算，好，那原則上其他的話，我們就是將它的目前的affine mapping 的它的那個它目前累積的一個情況，我們原則上用陣列跟我們的所謂的 running sum 跟 running product 這些變數去儲存。基本上像 ADD 的話，這裡當然的 perfect sum， 我們這邊當然就是基本上就用一個陣列。那 inverse I 的話，這邊當然是乘法反元素了。我們發現，與其去存相關的multiplication 的係數啊，不如直接就是存它的 inverse 的值，其實會更好。那你實際上，當然後面公式會用到的乘的部分，也只有在最後一項最後一項。當中我們的 current inverse 當然就是 current multiplication 的乘法反元素這个当然沒有問題。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考慮你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去算所謂乘法反元素。那我們發覺其實用所謂廣義的輾轉相除法，也就是所謂的 extended Euclidean algorithm 其實是比較好的計算方式這個原則上比方說你在計算 RSA 從公鑰導出私鑰，原則上其實它的計算方式應該也就是用這樣一個演算方法況且那樣的整數的長度要比我們這邊所碰到的要長許多那原則上當然我們必須是根據這個事實就是10的9次方加7，它確實是個質數不然我們這個方法可能就不能用了，你就要考慮用別的方式用這樣的方法去計算它的inverse。那又根據它的 constraint 是說它的 m 是1到100，所以這是很小的數字，所以你這邊你可以先去計算。所以我們就用一個很小的一個 array 呢，直接去儲存這樣一個計算結果。那其他 inverse 的值呢，也可以根據它的乘法的一個性質呢，你直接就把它相乘就好了。所以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去做，就可以節省不少時間。那你最後我們要講到的是 get index 在 I 的值的話，原則上就直接用這個公式就可以了。這個公式我們待會會講它大概是怎麼導出來的。好，那我們先說一下我們的 extending Euclidean algorithm 的部分這個部分當然是比較關鍵的，就是我們應該來講是算是核心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就直接函數名稱就叫 inverse 那我們避免裡面的轉換，我們全部都設為 long 比較簡單。假設是 a， 原則上我們其實
廣義的輾轉相除法其實就是在解 a乘上 x 加 b 乘上 y， 它會等於所謂它們倆 a 跟 b 的 GCD 啊，基本上要做的事情是類似這樣的事情。好，那在這邊的話，我們的 b 當然就是我們的10的9次方加7嘛。好，所以這個它的 prime 這邊當然我們已經知道它是1。好，那然後根據廣義輾轉相除法，它當然你要先設一個數值啊，就 S0 為1 ，S1 為0。另外你要更完整一點的話，還有 Y0 等於0 ，Y1 等於1哦。不過在這邊我們用不到，所以我們就沒有把它列上去。然後所以這裡的話，我們是採用回圈的方式啊，你當然也可以用遞回的方式啊。遞回的方式在我們的比較舊的教學影片裡面，我們是採用遞回的方式啊。那你只要你的 b 是大於0的話，我們這邊我們就做除法。我們的除法當然是有包含餘數的除法，所以我們將它的商数跟余数把它找出来。好，然後呢，我們透過 exchange exchange 的這個函數它是比較效率比較好的，所以原則上它其實就跟 S0 等於 S1 等於 S0 減掉 Q 乘上 S1 呢，其實是相同的。那輾轉相除法一個很關鍵的話，就是 AB 要被 BR 所取代啊，然後你再做下一次的迭代。整個跳出回圈之後，當然就 B 就等於0了。那我們就可以算出 X0。X0 呢，因為透過這樣計算，它是正負相間，所以它有可能是負的。那它如果是負的話，我們就加上10的9次方加7就好了。如果它已經是正的，我們就保持。所以这個我們當中計算乘法反元素的一個方法。好，接下來我們來講那個公式大概是怎麼來的。公式的部分呢，我們基本上呢，我們當然最後一項当然就是如果我們透過寫成所謂affine mapping 的樣態，當然是長成這個樣子。那基本上它透過所謂的 composition 一次一次的從第0次到第 n 減1次它這樣。當中我們這裡的 mi 跟 ai 呢，它有可能是 n 就 n 或者 ea 的話就代表它是加的 ，n0 的話代表是乘的，或者是10就是它沒有作用嘛，就一般來講我們就說所謂的 identity map 所以如果是考慮到在 index i 的這一項的話，其實在原則上它的composition 是到達這一項在這邊應該是它的下一項所以呢，我們去計算它的在 numbers 在 i 的那個值它原則上要怎麼做呢？你就先取這個 affine mapping 的 inverse， 然後再去作用我們這個 affine mapping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那樣的一個計算公式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 LeetCode 實作的一個情況。好，那我們這裡當然打 LeetCode 的頁面我們先看到 constraints 它的加的 var 它的 constraints 相關的那個參數都是介於1到100。那 index 呢是0到10的5次方就到10萬。好，那雖然他自己說它最多就是10萬次的呼叫。好，那我們看一下程式大概是怎麼寫的。我們當然一開始我們當然先講前面global variable 的部分我們這邊當然
這些常數我們都先設好。那這邊 A 大 A 的話，應該是要擺那個陣列，然後 ADD 跟 inverse 的部分呢，我們這邊都採用 long。然後所以在第4行到第13行部分，也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用所謂的廣義的輾轉相數法，所謂 extended Euclidean algorithm 方式去實作。然後再來14行到20行，14行這邊當然又是一個全域的陣列。那我們這邊因為根據它的 constraints 它 m 呢最大的是到100所以我們這101就夠了。那它如果1的 inverse 如果還是0，就代表它沒有算，我們就去算其他要算過我們就跳過。所以我們的 inverse 0 1它是等於1，然後我們回圈2到100去跑，然後去這邊去呼叫inverse 的這個函數。所以這個是我們在 global 的部分。好，那我們進入到 class fancy 的部分。class fancy 部分我們當然要去設所謂的 member。這些 member 呢，我們原則上它都是 private。所以這個沒有問題，我們在 public 之前就定了。所以 m 代表我們的長度 ，numbers 是我們的陣列那 ADD inverse 那 current multiplication 它的初值一定要設為1，跟它 inverse 也要設為1是一樣。current ADD 要設為0。好，那我們看它的constructor 的部分constructor 的部分当然我們透過 initial list 設 n 為0，然後我們就分別將這些指標都指到它相對應的陣列然後我們去計算1到100的 inverse這個當然如果沒有算過你去算，如果有算過它直接做这判斷它就跳出來了。好，再來你 ADD OR 這個當然很簡單，這個直接就加裡面的參數然後再抹掉 NOD。好，乘的部分呢我們要稍微留意一下，乘的部分的話我們基本上就是 current multiplication 当然是乘以 n 然後抹掉NOD。那 current ADD 呢這邊你要去乘因為你這是乘了你的 current ADD 當然是乘以 n 這邊當然不要忘記去抹。inverse 的部分呢，這邊當然就是要乘以 m 的 inverse 那這個其實已經在我們的陣列的表列裡面已經有了所以這個就很容易。然後在 get index 的部分，我們當然先判斷 i 是不是大於 n， 如果大於 n 當然就是返回-1，然後你再去實作這個公式，在實作這個公式的部分你要小心會 overflow， 所以我們只要是有乘我們就抹掉 NOD 不然它會 overflow。好，那我們 run 一次看看。好，這個 case 是 OK 的。好，所以51毫秒現在用的人比較多至少也能打敗93%以上西夏家的使用者。好，那我們就先到這裡。